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用最地道的方式和你们一起学习中文。在上个视频里，我和你们一起聊了边旅行边工作是什么体验。上个视频里，我还在老挝，我在老挝自己一个人旅行。那现在我已经回中国了，现在我在中国的云南，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在旅行，依然在边旅行边工作，但是我换了一个地方。现在我在房车里一边旅行一边工作，那这个视频就和你们一起分享一下在房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我之前从来没有房车的这种经历，所以对房车有一些好印象，也有一些坏印象。好印象就是它很方便，而且它可以省很多住酒店的钱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好印象就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不一定是同龄人，但一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喜欢的事情，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当然，有好印象的同时，我也对房车生活有一些坏印象。最大的坏印象就是很多人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非常拥挤，所以可能生活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，而且空间小也会让我们的心情不太舒服，心情比较差，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坏印象。但是我觉得不管有多少好印象，或者有多少坏印象，我们的生活都重在体验。重在体验的意思就是在生活里最重要的就是体验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房车，当然不是我买的，是我的家人买的。我们最近在一起旅行。这个房车它和传统的房车不一样，因为你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有很多传统的房车。传统的房车好像一般都是白色的，然后比较宽、比较长，也比较高。但是这一个我们的房车，它的宽度不太宽，它比较窄，它比传统的房车更窄。然后我们再从这边看它的长度，它的长度也比较小，它比较短，比传统的房车更短。然后最后看这个我们的房车的高度，它的高度其实也比较小，它比较低，比传统的房车更低。所以因为它更窄、更短、更低，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比传统的房车更方便。但是当然，整体上这个房车的空间也比传统的房车要小，我觉得小得多。但是有好处总有坏处，就像在中文里面我们说有失必有得，有得必有失。我们得到了方便，我们得到了灵活，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些空间。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房车里面是什么样的。打开车门，打开车门以后，看起来是一辆非常普通的车。我们现在上车。和普通的车都一样，这一个是主驾驶位，开车的人坐在主驾驶位。这里是副驾驶位，这是房车的前面，这里是房车的后面。后面你现在可以看到也有2个座位，但是后面是一个更综合的地方，有座位，有床，也有冰箱、微波炉等等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那前面只能开车和
看别人开车，所以我觉得后面是更加综合的地方。我一般不坐在主驾驶位，也不坐在副驾驶位，一般我的座位是这一个。我会在这个座位上工作学习，有时候也会短短的休息。在这个座位的前面是一张桌子，这个桌子不是固定的，我们不需要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。可以了。在桌子上最经常放的东西，最经常用的东西就是我的电脑，而且和电脑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就是插座，有时候我去咖啡厅找不到插座，真的很焦虑。座位的左边是一个比较小的放东西的空间，一个比较小的储物空间。这里面放了一些茶叶，有很多茶叶，有各种各样的茶叶。这两个座位也不是固定的，是可以调节的。你们看这里有很多的按钮，都可以调节不同的地方。比如有时候我们想休息，我们想短时间的休息一下，浅休息一下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按钮调节靠背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躺下来。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按钮，像这样我们就能躺得更舒服一点。座位的后面看起来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一张床，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。现在这张床上面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东西放到别的地方，然后我会整理一下我的床，然后我就能睡觉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现在虽然这张床比较短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有方法让它变得更长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一边。在床的对面是很明显是一个小冰箱。那因为一直在外面，所以冰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因为在冰箱里我们会放一些没有吃完的食物，放一些水果，放一些饮料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在冰箱里放一些冰块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喝冰水、冰咖啡、冰饮料等等等等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冰箱。打开冰箱以后，现在在冰箱里我们有一些水果、一些蔬菜，主要就是这些。因为房车的冰箱当然没有我们在家的冰箱那么大。然后在冰箱的这里下面我们有放了一些冷冻肉，还有一些冷冻的面食。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冷冻的冰块，这个我每天喝咖啡的时候都需要。然后我们再往下，冰箱的下面这里可能不太明显，但这里是一个非常小的微波炉。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做饭，但是又想很快的吃饭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微波炉。然后在冰箱和微波炉的右边，这里有一个小门。其实这里面本来是一个卫生间，在设计的时候，设计师觉得这里需要有一个卫生间，但是设计师应该没有实践。在实践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不会用房车的卫生间，因为不太卫生，而且不太方便。所以现在这里它完全不是一个卫生间，
它完全不是一个卫生间，而是另外一个放东西的地方。现在我要上2层，想不到还有2层吧？对，我们还有2层，但是呢，没有电梯，没有楼梯，我要爬到2层。现在这就是房车的2层，2层呢是一个不太大的双人床，但是呢可以睡2个人，2个人的空间也足够。一般我的家人会在这里睡觉，我就在下面的那张小床睡觉。那在房车里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，这个东西就是在上面的这个电视。虽然它很小，但是它非常有用。有时候我们在房车里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电影，或者看一些中文的电视剧。这个电视它是一个网络电视，一般我们会把我们的手机和电视连接，然后就可以在这里看我们想看的所有的电影和电视剧了。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地方不知道了。现在这个是房车的背面，房车的后面，这里就是我们刚刚在里面看到的，本来是卫生间，但是现在是放东西的地方。这里最后还有一个小空间，虽然我们的房车没有厨房，没有一个正式的厨房，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可以做饭的工具。对，只有一些工具，没有空间。这里就是我们简单的做饭的灶台，真的非常简单，所以没有其他任何的和厨房有关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也足够了。这就是这个房车大体的情况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房车里我的一天的生活吧。Hello， 我现在终于起床了，我现在也得起床了。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，所以我现在得起床了，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晚，而且没有睡好，所以今天我睡了一个懒觉。这就是我的小床。现在这个是车顶，这个不是房顶，因为现在在车里，所以现在这个是车顶。你可以看到现在车顶很矮很矮，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这里睡觉，我的家人他们在上面睡觉，所以现在的车顶很矮。在开始整理床之前，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车顶高一点。首先，我需要打开车顶的上升开关，让车顶慢慢的升起来。哎呀，太重了，刚刚太沉了。我本来想自己一个人让车顶高一点，但是发现太沉了，太重了，所以我的力气不够。现在我需要我的家人帮我一下。哎呀，还是得撂这里嘛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车顶已经变得更高了，现在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整理我的床，收拾我的床了。虽然这个床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其实已经很够用了，已经很足够了。因为我的身高不太高，也不太矮，我的身高是1.65米，应该算不高不矮了。我
在这张床上睡觉的时候，长度正好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我要整理一下我的床。现在我在叠被子，叠被子也不需要叠得很漂亮，随便叠一叠就好了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会有这样长的床，但是每天起床之后，这个床太长了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床折叠一下，让这个床变得更短，所以更方便其他的工作活动，其他的方面。哦，对了，这里你看到，这里其实本来是2个座位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张床。那现在这是洗面奶，然后这是牙刷，还有牙膏。现在注意，在英文里我们经常说 fresh up， 或者 wash the face， 或者 brush the teeth， 很多很多。在中文里，我们只说一个词，就是洗漱。洗漱可以是洗脸，可以是刷牙，可以是梳头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洗漱。那现在我就要去一个单独的地方洗漱，其实这个地方离车非常近，就在车的旁边。今天的环境很好，因为你看，这个是木瓜的小树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洗漱台，或者我们也可以叫洗手台。在房车里，虽然我们有卫生间，但是说实话，在房车里用水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用卫生间的时候，房车里的味道会比较大，房车里会很臭。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在室外，在房车外面找一个洗手台，或者找一个卫生间去洗漱，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现在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。如果只是短时间去旅游的话，3、4天、4、5天，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去探索每一个城市的美食，所以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去不同的饭店，去尝试不同的美食，也不会累，而且因为很短的时间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。但是如果要旅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开始自己做饭。我觉得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更省钱，不需要花那么多钱，更省钱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，如果时间太长，我们探索美食的欲望也没有那么高，探索美食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。所以这个时候选择做饭是更好的方式。那今天的饭呢，就是家常便饭。今天这是我的主食，然后这里有一些豆角，这里是一些猪肉和土豆，这里是莴笋，然后这里是一些凉拌小白菜。当然这不是我做的，因为我不太会做饭。如果我给自己做饭的话，我可以，因为不管难吃还是好吃，我都会吃。但是如果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，我一般不太会做饭。今天的饭是我的家人做的，
在这里做饭比较方便，因为它是一个房车营地，所以它这里很多地方都提供了一些很多人需要的东西，比如在房车的旁边，它会有一个插座，有插座我们就可以用很多厨房的东西，有插座我们可以用很多电器，比如锅、含有热水壶等等。插座的旁边就是一个洗手台、洗漱台，这里我们可以吃完饭后洗锅，这里也很方便。虽然我不会做饭，但是还会切水果。这个黄色的西瓜的味道，没有红色那么好吃，但是已经非常好了。因为最近我都在云南，云南的温度是非常高的，和泰国、越南、老挝都差不多。现在我在云南的西双版纳，我甚至感觉西双版纳比泰国都热。所以在室外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会放一个遮阳伞，其实也不叫遮阳伞，因为它不是一把伞，我们叫天幕吧。这里在房车上一般都会有一个天幕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天幕放下来，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太阳了。现在我们的天幕就准备好了，那一会儿呢，在天幕下边，我们就可以喝一喝茶，喝一喝咖啡，或者看一看书，听一听音乐。那因为今天是星期日，今天我不需要上中文课，我也没有其他另外的工作，所以我打算就在这里看一看书，听一听音乐就好了，是我的放松的时间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我正在看书，我也想和你们分享一本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书。这本书是我在云南的另外一个城市买的，有人推荐我去一家很出名的书店去看书，但是我到达那个书店的时候，我发现虽然它是书店，但是几乎没有人在看书，所有的人或者在拍照，或者在玩手机，或者在随意的聊天，反正没有人在看书。那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情况里，我非常幸运，我在书架上找到了这样的书。这本书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村庄。我之前也不认识这个作者，这个作者的名字是刘亮程。我不知道这个作者，我也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一本书，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这本书的名字非常吸引我，一个人的村庄。然后我打开书开始看它的文字，这种文字的风格也非常吸引我。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人的故事，而是所有动物的故事。因为我们在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我们觉得人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动物，比如猫、狗、马、牛、猪等等等。
那这本书呢，作者他就是非常安静、非常耐心的，在一个小村庄里去观察这些动物的生活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动物和人也一样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看法，他们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。虽然他们的生活可能很短暂，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去过他们的生活。如果你也有自己喜欢的中文书，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里把这本书推荐给我。今天的一天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今天的一天很长，是因为在今天非常放松，可以慢慢的享受做每件事的过程，所以今天很长。但是今天也很短，因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。在今天的下午我没有录视频，因为今天下午我一直在室外睡觉，我在这个地方睡觉，可能我睡了3个小时，所以一直没有录视频。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一会儿呢，我就要去吃晚饭，吃完饭也可能为了消化，去附近散一散步。这就是我在房车的一天的生活了。今天也没有出去玩，因为今天主要是休息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，请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完成了。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。你们有没有房车体验呢？你们开房车去了哪里？你们觉得在房车里生活的感觉怎么样？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